近日，出租车司机奸杀女性乘客的案例接连发生。据警方调查，嫌疑人常出现在机场附近，并喜欢在雨夜进行作案。出租车广播里播放着乘客被奸杀的新闻，司机突然古怪地看了我一眼。美女，你觉得我像凶手吗？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脑袋里回想起刚才新闻里说的是窗外的雨穿过黑漆漆的夜，正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上。我有些害怕，嘴上干巴巴地说：怎么可能？您如果是凶手，就不会这样问我了。我心里开始警惕起来。现在车上只有我一名乘客，如果他是凶手，那我的处境岂不是变得很危险？哈哈哈，你别紧张，我是看你太紧绷了，就想缓和一下气氛。我可不是新闻里说的那个变态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窗外的雨如狂暴的野兽般疯狂敲打着车窗，仿佛要吞噬一切。我心里莫名不安，脑海里不自觉地想起电影中雨夜杀人的场景，以及刚才广播里的新闻。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对我下手，可能我喊破喉咙也没有用。等回过神时，车子已经开出了2公里，突然发现司机没开计价器，在我提醒他后，他才手忙脚乱地摸索了半天打开。总之，业务看起来极其不熟练，本就敏感的我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一个靠开出租挣钱生活的人，怎么会不知道打表呢？我第一次开出租，还不咋熟练，姑娘，你可别介意。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，我感觉他在紧张，生怕我会误会似的。我心里开始警惕起来，但还是客气地回了句：哦，没事。后备箱里突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什么声音？司机脸色一变，笑容有些牵强地说：是我刚买的几条鱼，因为想带回家吃新鲜的，就没杀它。活鱼会撞出这样有频率的声音吗？我不怎么相信，甚至觉得司机在撒谎。想到这里，我不敢再往深了分析，只希望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。恰好这时闺蜜打来电话，我故意说给司机听：亲爱的，我已经坐上车了，大概1小时后到家，你记得去小区门口接我。说完，我偷偷看了眼司机的反应，抬头发现他似乎一直在盯着我时，我整个人麻了。闺蜜还在电话里咋咋呼呼：什么亲爱的，路遥，你交男朋友了。她从小嗓门就大，我担心司机会听到，故作镇定地笑了笑。好，你知道就行了，那我先挂了呀。不理会她在那边的追问，我紧张地挂了电话。直觉告诉我，司机还在盯着我，可我却没了和他对视的勇气。那种感觉就像被隐藏在暗处的毒蛇盯上，随时都能扑向我。我低着头给闺蜜发消息，说明我这边的情况。这时，司机诡异地笑了笑：姑娘，你是和男朋友一起住啊？是啊，他警校毕业的，我们一起住的话，家里人也放心。什么男朋友？什么警校毕业？都是我编的。我故意这样说是为了警告司机，哪怕他真的是坏人，碍于我男朋友的身份，应该也不敢轻易伤害我。原本我以为自己这样说完，会从司机脸上看到可疑的表情，谁知他竟然感慨起来：我也有个女儿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不过那丫头从小叛逆，也不好好读书，非要上什么艺术学校，我不同意，她就成天哭闹，搞得我和她妈头都大了，只能答应她。姑娘，你在家一定很听话懂事吧？如果你是我闺女多好，我恐怕做梦都能笑出来。这时我看见他的手在往下半身摸索着什么，是要害我的凶器还是……我整颗心都提了起来，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机，却还故作镇定。谁家父母能不爱自己的孩子？就算再不好，那也是父母心里的宝啊。师傅，您一定很爱你女儿吧？司机的手一顿，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。当然，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。接着他那只摸索着下半身的手拿着个什么东西朝我伸了过来，那是张证件照。照片里的姑娘有鼻子有眼的，长得挺像个人。这就是我闺女，漂亮吧？是很漂亮，可我却没心情欣赏，只觉得害怕，因为从上车后我一直没有看到司机的长相，直到这一刻他转过头，我才突然看清那张脸和出租车电子屏幕上的证件照完全不一样。这是我外甥，是不是长得很帅？他怎么知道我在怀疑什么？莫非他一直关注着我？可作为司机，不好好看路，不好好开车，一直关注我做什么？我已经笑不出来了，也许是受了那则新闻的影响，心里的怀疑和不安越来越大。我敷衍地说了句：挺帅的。看向窗外，我装作肚子疼：师傅，咱们找个地方停下车吧，我想去趟洗手间。我不想再坐这辆车了，哪怕今晚的一切是我自己太紧张敏感，我也不想再坐他的车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可这地方偏僻，也没有洗手间啊。没事儿，师傅，我就下去看看，麻烦你把车靠边停一下吧。说着，我已经在尝试偷偷打开车门，紧接着发现车门被锁上了，一种不好的预感从我脑海里冒了出来。难不成他真的是新闻里说的变态？外面雨这么大，你下去不就淋湿了？要不再坚持坚持？我看着他闪躲的目光，愈发觉得不对劲。我宁可是自己想多了，也不想去碰那1/1000的可能。师傅，你让我下去吧，我真的很急。我装作疼痛难忍的模样，捂住肚子，卖力表演。司机沉默地盯了我一会儿。你是不是不想坐我的车，装不舒服？那一刻，我心头一震，心跳都差点停掉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必须先克服自己的害怕，稳住他。师傅，你想多了，我是真的不舒服。既然附近没有公厕，那就赶紧开车吧，等路上遇到了再说。司机死死盯着我看了几秒，
应该是在判断我说的真假。好吧，但路上应该不会有公厕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嗯了声，刚刚松口气，接着又开始祈祷能快点遇到逃跑的机会。可让我失望的是，车子走了几公里，不仅没有看见公用卫生间，连过路的车和人也没有，而我的手机还在提醒我电量过低，即将关机。直到此刻，距离我家还有大半的路程，大约还需要40分钟。暴雨越下越大，我心里的不安也在不断加剧。看着黑掉的手机屏幕，我只能找司机借充电器，但又不敢说手机已经没电关机了。师傅，可以借一下充电器用用吗？我手机还剩20%的电，害怕电不够用。司机倒是没有什么大反应，只是让我自己在他手边的置物盒里找找。我找了，没有。没有？难道在前面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空出的手打开副驾前的盒子。当他拉开置物盒的瞬间，一团杂乱的东西从里面掉了出来，有破掉的丝袜、内衣以及各种女性用品。这些东西塞满了整个置物盒，难怪打开的时候会掉出来。姑娘，你别多想啊，这估计是我那外甥偷偷交了女朋友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三心二意。说完，他自己都心虚地笑了笑，可那双让人莫名害怕的眼睛却紧紧盯着我。我的大脑早已丧失思考的能力，只知道点头。这司机绝对有问题，甚至他可能就是新闻里奸杀女乘客的变态凶手。但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怎么办？如果他是凶手，我还坐了他的车，我要怎么办？我又急又怕，都快疯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将方向盘打了个转，前边那条路正在施工，不好走，我们走小路吧。我甚至来不及拒绝，车子就驶向偏僻的小路。看着越来越偏僻的环境，我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。停车！我没办法再假装镇定，因为我已经确定司机绝对有问题。不管他是不是新闻里的变态凶手，我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图谋不轨。姑娘，你别怕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后备箱里装的是什么？是我刚买的狗，本来想杀了吃的，但不想把车里弄得脏兮兮，就打了麻药。这会儿估计是麻药劲儿过了。刚刚还说是鱼，这怎么又变成狗了？而且狗会弄出这样的动静吗？我当然不信。我心里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，后备箱里装着的是人，而且还有可能是个女人。就在这时，车子突然出了问题，不知是玻璃碎片还是钉子扎破了轮胎，车子不受控制地朝一棵大树上撞去。我惊恐地睁大眼，关键时刻，司机猛打方向盘，将刹车踩到底，最终控住了即将撞上大树的车。刚逃过一劫，我却没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，反而更加害怕。你老实坐在车上，不要乱跑，否则这大雨天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他在威胁我，我怕得浑身都在颤抖，整个人好像被一张巨网围住，压得喘不过气。你想要什么都可以，别杀我行吗？我打着颤求他放过。听新闻里说，被司机杀害的死者疑似在生前都遭受了惨不忍睹的凌辱，最后无一例外都被奸杀。我不奢求自己能完好无损，只希望能活着。可司机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就直接下了车。我看着他的身影被大雨吞噬，又看了眼方向盘下的车钥匙。跑不跑？跑的话，外面大雨瓢泼，手机又没电，也不知道现在位置，要面对的情况也不比现在好多少。可是不跑，自己面对变态司机，活下来的几率恐怕为0。就在这时，那个沉闷的撞击声再次传来。对了，后备箱里还藏着个女人，如果加上她，凭我们2个的力量，对上那个变态司机，胜率应该会大一些。我心里一激动，连忙看了眼车外，司机正顶着大雨在修理车子，我紧张的连气都不敢喘。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我把椅背搬下来时，看到的却是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年轻男人，他的嘴被胶带封住，浑身都是伤，那双眼睛焦急地看着我，向我求救。我愣住了。你是谁？司机不是新闻里奸杀女乘客的变态吗？为什么会把一个年轻的男人绑在后备箱？年轻男人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看见司机回来了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压根想不了那么多，就把座椅重新放了回去。但在做这些之前，我将随身携带的修眉刀丢给了那个男人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可当时的情况，一个是被绑在后备箱的男人，一个是疑似变态凶手的司机，明显前者更值得我信任，至少我和他有共同的敌人。轮胎坏了，我还有件事要处理，没时间管你。车里比外面安全，你老实待在这儿，待会儿不论看到什么都不要出声。你要干什么？直觉告诉我，他要做的事和后备箱的男人有关。不关你的事，少问。如果你敢坏我的计划，我让你和他一起死在这儿。果然和我猜测的大差不差，司机是奸杀女乘客的变态凶手，至于现在都没有伤害我。我想后备箱的男人恐怕是关键，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解决，所以我一个无勇无谋的柔弱女人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。但等他解决完后备箱的男人，我又怎么可能还有活命？所以要想活下来，我就要和那个男人配合。我看着司机从出租车的角落里找出作案工具，下了车。那是一把被打磨得无比精细的菜刀，锋利的刀刃仿佛泛着冷光。我浑身紧绷地坐在车里，掐紧的手心里全是冷汗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到司机打开了后备箱，随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我猛地打了个冷战，身体抖得更加厉害了，满脑子只想着快点结束吧。我想回家。从小到大，我连鱼都不敢杀，更别说是杀人。后视镜中照出我苍白毫无血色的脸。突然，我身侧的车门被人一把拉开，